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初学者，或者是说对网站有兴趣的，怎么样去了解跟设计一个网页。那后续的还会介绍到如何去建立一个完整的网站，包含前端跟后端的所有功能。首先，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那一般我们编写网页必须要这个编写的环境跟这个测试的环境。那首先我们看到左手边，这是一个编译就是编写网页的一个软体。那它也可以编写这个程式语言网页的程式语言，譬如说 JS 就是 JavaScript 或者是 JQ 这都属于前端的。那后端的 PHP 或其他的语言也都可以在这个所谓程式编辑器可以来编辑这个叫做 Sublime Text 那这个它是一个纯粹的这个语言环境它并没有所谓的设计界面，就是说所得即所示的设计界面。那为什么我会这样采取这个呢？不是在表示说自己多厉害，而是我常年工作的使用习惯，还有要介绍这个网页的这些标注语言的方便性，我们就采用这个。那这个也代表说，我们编写网页设计的时候，那首先必须要了解最底层的不管是哪一种语言那你习惯之后，再加上一点想象力，那对你以后在设计网页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不管你是学程式语言或者说这个你是学这个图形多媒体设计的设计师出身你不熟悉程式语言，那这个学习的这个用这个底层的程式语言的环境，对你以后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那右手边呢，这个是我们现在市占率最高的就是 Google Chrome 的浏览器。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是一个实际在运作的网站这也是我编写的那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这里就是在更多工具这边有个开发人员工具点击之后，我们看到那画面就随之变换了那这个是所谓的网页的图形的界面那这里就是所谓与这个本身这个网页程式码主程式码的部分。那右手边这个是所谓的样式就是 CSS 的样式表。那什么叫做样式表？样式表的程式语言，那等于说它是一个排版这个是一个它美化它所有的排版的特性。那比如说颜色、那位置、特效等等，都是由 CSS 负责。那网页本身它的副导名，这是通用的，是所谓的 HTML 这是它副导名是 HTML。那顾名思义那样式表的程式语言 CSS 那它的副导名就是.css 这很容易分别的。那 CSS 一定是依附在 HTML 上面等一下我会做解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都是程式码，密密麻麻的那初学者很容易就被这些这密密麻麻的程式语言吓到了。其实这还不算很密那只是我现在为了方便解说起我们可以看到好，那这边有一个尺寸这就是说行动装置的尺寸，我们可以改成是 iPad。那刚刚是 iPhone X， 那也有 SE， 那当然也有这个所谓 Android 的Samsung 的S8。那为什么
这个是个模拟器，这个是个模拟器，模拟这个行动装置的版面。那因为现今的网站，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就要适应所谓的这个电脑萤幕不管是 PC 或者是 notebook 或者是说行动装置平板，那还有就是这个手机，那各有各的荧幕大小不一啊，那所以现在的 HTML 已经到第5版，那它就是所谓的响应式网页也叫做回应式网页，那也可以称作是自适应网页，就是透过这个 HTML5 的标注语言，那配合 CSS3 的这个样式语言，那就可以适应各种萤幕装置不管你是多大多小那当然这些程式语言就会控制这个所谓版面的配置，那自适应调整它的大小不管是图片大小或者是排版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那如果我把它拉到右手边一点，这样看我们会更清楚。好，那我们如果说把它选择回应式那这里就有所谓的尺寸那就是类似电脑萤幕的尺寸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这里也有比例可以调整比例可以调整。好，再拉大一点那当然你也可以自适应的去把它调整这里的大小这里的大小那就可以调整的OK。那我们把它缩放回来，比如说 iPhone 12 Pro， 那我们就会看到它其中有一个比较明显，其实都是宽度的变化，因为网页它的排版，那当然这里也可以把它变成是横向，因为你行动装置的话会有直立跟横向的，那在 iPad 上面这个就比较明显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所谓现在的自适应网页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网页的程式语言那这样讲的话会比较不准确，准确的话应该是称之为网页的标注语言，那这是所谓的网页排版语言那网页排版当然必要有它的结构，然后它的结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小于一个大于一个小于把它框起来，那中间就是我所谓的它的标注标签的分类了那当然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就是 HTML 是它的副榜名，这就是所谓一个完整的网页文件。那网页文件就有开头跟开尾开头跟结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开头一定是 HTML， 那 LANG 等于双引号 EH-TW，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网页语言预设的语言是中文台湾中文台湾EH 就是中文，TW 就是台湾的意思。那它结尾所有的程式码不管是哪一种当然它里面就开始有包含很多的标签比如说这个是 header， 那 header 很容易可以理解的就是 header 就是这个头部或者是说标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这里有一个 header 刮起来了，但是这里它 header 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先一个右斜再加一个 header， 这是所谓 header 标签的开头，那这个是header 标签的结尾，那这个区段就是 header 与这 header 就是标题这个区段里面所要容纳的东西，通通可以写在这里面那我们可以卷到最下方，我们会看到在最下方这边一定有这个 HTML 的结尾我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结尾 OK。 那我们再回到上半页，那
我们大家也有一个这个比较清楚的观念，任何程式码的执行，在我们的不管是哪一种语言，它都是从左上一直执行到右下。所谓左上，也等于说是从上方开始执行到最底部。那我们要有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我再来解释。好，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以看到 HTML 它标签里面包含了很多其他的标签。那这是大范围我们来讲，这是header就标题区。那这当中会所谓 meta 就是基码的意思，它基码的意思。那基码它大部分通通来讲的话，会标这里面的内容这是所谓的内容譬如说这个 meta 名称它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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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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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是所谓的这个基码你不知道也没关系那随后我会做解释，或者说你有空可以查询一下这个网络上的 Google 一下，或者说有介绍网页设计的书籍，大致上都可以明了这个东西。那再来就是 title， 是网页的标题title。那你可以看到，那把 Chico Skin 打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Chico Skin 打在这边 ，title 打在这两个标签的title 的开头标签跟title 结尾的标签记得分辨一下，这里结尾一定是右写，OK。那打在这中间的 Chico Skin 首页那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什么？譬如说在这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 Chico Skin 首页那它也会有标题有一个跑出来是网址 queenspa2013.tw， 那这个从哪里来？通通就是从这里来的，通通是从这个基码这边来的OK， 这是 meta 这边来的那也这是首页，也就是头段区header 这边所头段部分来的。好，那这边我们会看到 meta 这个作用，其实就是在告诉这个浏览器要解读这个网页的时候，它所需要的一些必要的资讯。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 link 这个标签的部分那这个标签语言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除了是大范围的其他的标签语言，它可以不必用这个另外一个结束标签那可以，譬如说这个直接在 Meta 这边也可以直接空格再打一个右写，就等于说它是开头也是结尾就是这一个不必像title这一种的一定是要两个结尾在一起。那如果你没有把譬如说这个 title 的部分，如果你没有加一个结束的标签，那它排版就会有所错误它解读浏览器就会有所错误。好，那相同的这个 link 标签也是一样那 link 是什么意思？ link 就是连结的意思，那等同于告诉这一页的这个告诉浏览器说，这一页要解析的时候，解码到这里的时候，应该先去调取这一个连结的文件。那这个连结的文件是什么意思？ refer rel 就是说它样式表style sheet 样式表的意思。那它的连结 href 这里这个 href 这个缩写是等于这个就是往文件的路径等同于说你要先去把这个 style-product.css 这个样式表文件先载进来配合的这个网页要先载进来再先载进来。那这一个总共要载入5个样式表OK。那如果这是一种方法如果说我把样式表直接写在这个只写在网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那一般就会把它，譬如说接下来这里就有个 style 的标签语言
这个 style 标签，这个可以看到，它这里就 style 粉红色的是 type， 它的类型是什么？最后告诉你了 text 又写 CSS 是这种样式，它就告诉浏览器是样式表的文件。那当然它 style 也有一个结束标签语言。那当然这里也有等于说你如果有大的或者说临时要写 style 的话，这个不多的话，你又懒得去修改这个连结原本独立的这个 CSS 文件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编写进去就可以。那这个就代表说这个 image 这个类别是 wp.smiley image image ing 的意思image 就是图片的这个类别的意思那 emoji 就是图形我们讲的就是那些有趣的符号等等那个就这里就是它所谓的CS 的样式表怎么去显示它那这个当然就是固定的咯这个固定的这后面就是它的我们讲程式语言里面讲的属性。那属性各位可以把它看待成是所谓一般我们表现在一个物体的颜色或者是形状或者是等等那这个 display 就是表示它显示的模式是什么border 代表它这个区块这个图片的这个类别就这个分类可能大家会比较听得懂它的这个边界是什么。好，那这个是它四方框是不是有外围是不是有阴影，然后 height weight 高度宽度margin 那这个是对齐外对齐外框的对齐的部分，然后这是水平这个是不是水平，这个是垂直对齐那这个是垂直对齐的属性是什么OK 那这个是 background 背景是什么那这个 padding 内缩放多少那很简单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OK 那接下来在这个头部接下来 style 我们也可以把 script 就代表告诉这个浏览器说这一段我要执行所谓这个 JavaScript 的语言那这一段各位现在看不懂也没关系，这个是要配合这个 Facebook 的那它的函数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再去 Facebook 直接把程式码这一段程式码直接抠过来 OK 直接抠过来就好了那当然它有所谓的它的编号啦干嘛啦不会那接下来这个 NoScript 也是配合这个标签也是配合这个 Facebook 所以你会在这边看到这个标记这个是注解在网页上面的注解那有时候你写了很多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在写什么或者说你在安排什么事情我那个注解怎么写呢也是一样是标签然后有一个惊叹号那引言然后结束是这样那中间你要打什么注解就是你自己去设定那当然在这个 Sublime Text 的编辑器里面它就会呈现灰色那这一段这个浏览器它就不会执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接下来就是 head 的结尾好那接下来我们 head 的结构到网页的结构接下来就是所谓 body那 body 是什么意思 body 就是所谓的它的文件的我们讲到身体身段就是说它所要显示的这个区块那当然我们之前看到上面这么大一大半它其实是不会显示的它其实没有显示在网页内容里面除了那个标题之外会显示在浏览器分页上面
那 body 开始底下的这些标签除非它是这个JavaScript 的语言那其中里面这些其实这些就是在开始就是在显示排版的这个效果。那再来是 article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文章那其实这些不在 body 以下就不一定需要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标签 article 你也可以不用这只是个人设计习惯的一个区块。那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很多 div。那 div 的意思就是区域就是区域。那你也会看到这里有个标签叫 header OK。那这里有非常多。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结构大致上就可以清楚，因为现在这个是一个完整的。随后我会展示一下比较基础的结构如何在上面添加这个 HTML 的这个标签，大家透过这个 CSS 的这个样式表的语言，把它的画面我们可以随意的去调整它，去设计它。那可能各位会有一个疑问，那我非得一定要从这个程式语言这边标注语言学吗？确实是如此。如果在我的经验里面，如果你太依赖这个所谓所示即所得 what you got、what you see、what you got 这一种设计编辑软体的话，因为你如果不了解这些底层的程式标签语言以及这个 CSS3 的这个样式表语言的话，对于你往后要修改别人的，或者是说自行要设计马上要调整的话，你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好，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